海外网10月13日电，今年以来，美国多次无视大陆警告，执意发动对台军售。本月12日，路透社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美国白宫现正推动出售所谓台湾先进武器案，近日已针对其中3个武器系统向国会发出军售通知，以待国会通过。早在今年9月，路透社就曾报道称，目前也有7个重大的武器系统已进入对台湾出口的程序。然而，对于美方此举，岛内舆论颇有争议。台湾军方退役中将刘湘斌13日就在政论节目中批评称，美国不卖对台湾真正有用的武器，且只要台湾成功研发新的军备，美国就会要求购买美国同级军武，影响台湾武器建制。刘湘斌声称，台湾基本上就是在缴保护费，美国只要发现台湾研发出什么，他们就会军售台湾同级武器，妨碍台湾雄风导弹的建制与研发，而且美国要卖你要不买的几率是很少的。此外，台湾试图发展电战能力时，美方就不愿售台相关零件，像是信号放大器就限制在10倍以下，倍率再大的就不卖。据红星新闻消息，10月13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扬州业主驾车撞拆迁队致2死多伤案当事人韦刚家属的辩护人、北京市财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鼎处获悉，在扬州业主驾车撞拆迁队致2死多伤事件中，7名拆迁人员因寻衅滋事罪一审获刑后，近日，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该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对被告人陶冉量刑极轻，确有错误，请求扬州中院依法判处。2020年3月，扬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韦刚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9月2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维持原判。截至今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3799万1805例，现存确诊850万9343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5万5227例，累计确诊3790万0446例，累计死亡107万9301人。国内现存确诊428例，累计确诊9万1359例，累计死亡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上游新闻消息，10月12日，某知名外卖平台的19岁外卖小哥吕洋洋被要求出院。自7月9日在职工宿舍被烧伤入院治疗后，截至目前，他已拖欠在南京所住医院近5000元医药费。一方面，医院说第一阶段治疗已经治疗，另一方面就是费用问题。吕洋洋的堂叔吕先生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吕洋洋是孤儿，后续治疗费用在50万元左右，但目前外卖平台和电动车厂家均不负责，后期治疗可能无法进行。19岁的吕洋洋是陕西安康人，今年6月从老家到江苏南京市打工，成为某知名外卖平台的一名骑手。7月9日清晨5点左右，同事在宿舍内充电的电动车电瓶起火，导致4人不同程度烧伤，吕洋洋烧伤最为严重。封面新闻消息，巴基斯坦黎明报10月13日消息，巴基斯坦参议院委托立法委员会周一批评了该国电信管理局封禁 TikTok 的行为，指出巴基斯坦必须跟上全球发展的步伐，采取纠正措施，而不是采取孤立主义的做法。当地时间10日，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宣布以未过滤不道德内容为由禁用 TikTok。主持参议院委员会的参议员表示，监管机构的这种做法将把巴基斯坦推离发展的行列。他说，如果内容违反了国家法律，必须对内容进行监管，而不是全面禁止整个应用程序或平台。一点健康消息，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北京市昨天10日启动了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免费接种面向人群为60岁以上户籍老人和在校中小学生，启动后将持续到11月30日。自费疫苗接种则已在9月25日启动。为方便预约，北京市卫健委通过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官方微信制作发布了疫苗接种点导航电子地图。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今年自费疫苗采购量是去年的2倍，免费的疫苗比去年增加了21%采购的量。庞星火特别提醒，采取预约制就是为了防止人员扎堆聚集。从往年来看，北京一般在12月到1月之间迎来流感疫情的高峰期，预约接种不必急于当下，提前半个月接种上就可以了，就能够保证效果。家里如果有老人孩子的，我建议这些人群去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要给老人跟孩子也应该接种上流感疫苗。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他们违背我的意愿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骚扰我。据美国《每日野兽报》12日消息，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要求特朗普竞选团队不要在日后的竞选广告中利用他。他还说，如果自己出现在另一则广告中，可能会对特朗普团队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此前，福奇不满特朗普竞选广告使用其言论，称那是断章取义。报道称，福奇在采访中称自己不可能退出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但他同时公开表示对自己被政治化感到愤怒。而在被问及他是否在毫不掩饰的威胁时，他说如果自己再次出现在特朗普的竞选广告上就会辞职时，福奇回答说不可能，在我最疯狂的梦中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还补充说，福奇还解释了适得其反的意思，他们违背我的意愿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骚扰我。福奇说，由于竞选广告是为了争取选票，他们对我的骚扰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让一些选民望而却步。报道称，随着大选日期临近以及美国国内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福奇的言论凸显了白宫和总统的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之间的紧张局面。一点资讯，官方播报，金云消息，疑似医院感染不仅给青岛市带来诸多挑战，也给入境城市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青岛市卫健委12日通报，青岛在此次疫情中已发现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主持人白岩松问，双节8天假，青岛市共接待游客447.58万人次，这些人可能会心里发慌，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武说，心里发慌说明社会公众有高度警惕性，这对防控疾病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要素。当然，过度发慌可以引导。我们看到6+6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不是游客，是青岛居民。只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能有一定范围的接触。我们还有待于青岛市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把这些人这几天的活动范围、可能影响的范围框定。如果有一个严格框定，更有利于外地游客回去以后关注自己。当然，游客回去以后，尤其是在2周内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这是必须的。记者12日晚从非常准获悉，截至10月12日22时，青岛流亭机场当日已取消（不含提前取消）进出港航班26架次，取消率5%，与昨日持平。界面新闻消息，海关总署表示，前3季度中美贸易总值2.8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其中对美出口2.18万亿元，增长1.8%，自美进口6408.6亿元，增长2.8%。从出口商品看，我们前3季度对美出口机电产品1.31万亿元，增长1.4%，占同期对美出口总值的60%。其中，笔记本电脑1620.9亿元，增长14.4%；出口手机1286.9亿元，下降3.4%。进口方面，前3季度我国自美国进口农产品913.9亿元，增长44.4%。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10月12日，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酸汤子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已上升至8人。10月12日晚，黑龙江省卫健委微信公众号“龙江卫生健康”发布文章表示，鸡西市家庭聚餐食用酸汤子致多人死亡的食物中毒事件，经流行病学调查和疾控中心采样检测后，在玉米面中检出高浓度米酵菌酸，同时在患者胃液中也有检出，初步定性为由椰毒甲单胞菌污染产生米酵菌酸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据了解，近几年由椰毒甲单胞菌较米面亚种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但在依然保持传统饮食习惯的地区，由发酵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还时有发生。目前对米酵菌酸尚无特效解毒药物，一旦中毒，病死率高达40%至100%。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海外网10月13日电，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将于下周迎来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他将首先访问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13日召开的日本自民党议员会上，比头副干事长山口壮公布了首相出访消息。他还称，此次外访以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为目的，希望加强和东南亚各国的合作。贵圈八姨太消息，10月13日，靳东工作室就近日网上曝光的6旬女子追星靳东，并被短视频平台上的靳东冒名者所骗一事，发布声明回应此事。近日，有位黄先生公开求助某节目，表示自己的6旬老伴儿今年初开始疯狂迷恋靳东，每日刷偶像的视频，茶不思饭不想，人都瘦了10多斤。6旬大妈还声称在视频平台上与靳东冒名者有联系，为此她和老公分房睡，离家出走，不要老公，不要家庭，甚至和老公大打出手。外人都和大妈说她是被骗了，然而她不但不相信，还十分坚定地表示靳东冒名者爱她，会给她钱和房子。外人不相信是因为眼红她，而且考虑到靳东的身份，大妈都不敢出门，怕靳东会因为她受到伤害。网友都不禁感叹，原来大妈追星才疯狂，甚至比小姑娘追星还没有判断力。不过评论中有人指出，这位女士患有钟情妄想，确实不该再嘲笑了，建议家人多关心，带去看医生。在靳东工作室发布的声明中明确说明，靳东从未在任何短视频平台中开设账号，且表示网络中有部分主体假冒靳东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与粉丝进行互动，以达到销售产品及其他利己之目的。对此，靳东方已经委托律师，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绝不姑息。一点娱乐消息，10月13日，九月奇迹工作室在社交媒体发声明称，网传九月奇迹公布离婚后同框接受采访等均为不实言论，利用旧视频进行截取拼接、杜撰艺人言论、捏造事实等行为，已经严重侵犯艺人权益。对于网传虚假消息，已第一时间警告删除，对恶意诋毁、诽谤九月奇迹的行为，保留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一点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月13日，截至今日开盘，沪指报3353.12点，跌0.16%；深成指报13678.62点，跌0.21%；创指报2769.66点，跌0.28%。从盘面上看，券商板块领跌，市场焦点股恒星科技、五板竞价涨停，次新股长华股份3板高开7.89%，卡贝易2板高开4.63%，光伏概念福莱特3板高开0.28%，易晶光电3板低开3.23%，风电板块天能重工低开3.45%，军工板块广哈通信2板高开4.87%。数字货币概念新城科技2板高开9.22%，六氟磷酸锂天际股份2板高开4.98%。特高压板块国电南自高开2.84%，券商股国海证券低开0.84%，白酒板块酒鬼酒高开0.70%。银河证券认为，展望后市，维持牛市下半场观点，行业方面坚持均衡配置，周期股、成长股都不会一枝独秀。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中新网消息，中新网努尔苏丹10月13日电，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2日在写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的信函中表示，热恩别科夫拥有合法地位，欧盟承认其为代表其国家权力的唯一权威。另外，欧盟还表示已做视情况向吉方提供援助的准备，其中包括协助吉方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环球时报消息，据日本共同社13日报道，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13日表示，上周末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海警船在该海域停留的时长创下了历史记录。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11日上午10点47分左右，2艘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试图接近一艘日本渔船。自那以后，海警船一直留在这片海域。报道指出，此前的时长记录是在今年7月创下的。当时，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时间长达39小时23分钟。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截至10月13日8时，我市已采样3078528份进行核酸检测，未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截至10月13日8时，全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44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采样检测。除其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并已及时发布外，其余均为阴性。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07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59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医务人员、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170867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163006人，均为阴性。社区检测人群2906448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943664人，均为阴性。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10月13日。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人民网消息，近日一则全国有6540万套空置房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引起广泛讨论。该消息称，国家电网公司在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按每套房3口计算，可供近2亿人居住。事实究竟如何？空置房是个什么概念？记者调查发现，上述网络热议的消息实际是一则2010年的旧闻，较早发布于一位财经评论员的博客，而消息的内容则已被相关单位辟谣澄清。据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报道，国家电网相关人士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数据，也没有对这样的数据进行过统计。界面新闻消息，据山东卫健委消息，青岛疫情发生后，山东省迅速启动涉疫相关人员的追踪随访和核酸检测工作。青岛市全面开展城区人口核酸检测。截至10月13日8时，青岛市已采样3078528份进行核酸检测，已出结果1107883份。除已公布的6例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外，未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省内其他市迅速开展对9月23日以来流出青岛市人员的追踪随访和核酸检测。截至10月13日8时，已追踪随访并进行核酸检测225345人，结果全部为阴性。对从青岛疫情重点地区流出到省外的人员信息，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已在第一时间向有关省市推送，提示做好健康监测等工作。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山东卫健委消息，山东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其中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9例，死亡7例，治愈出院756例。山东无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9例，累计治愈出院68例。青岛市报告本地无症状感染者5例，全省正在隔离观察治疗的无症状感染者11例。目前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5923人，尚有188人正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一点资讯，官方报道。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生物安全法草案13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2次审议。草案规定，发生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履行本行政区域内疫情防控职责，加强组织领导，开展群防群控，动员社会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地方和社会公众建议落实地方生物安全工作责任，完善地方生物安全工作机制，加强对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的力量支撑，总结新冠肺炎防控经验，明确地方在疫情防控中的属地责任。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新京报消息，数字人民币消息飞了那么久，如今真的来了。
从2014年央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至今已有7年时间。尽管这仅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的一次常规性测试，但再一次让市场意识到数字货币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而此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提及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并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为进行数字货币测试，深圳市政府联合人民银行推出1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文件，助力数字货币发展。一系列消息传导至 A 股市场，使得数字货币概念股掀起一波狂欢，一天派发超200亿的大红包。据东方财富数据显示，34只数字货币概念股10月9日收盘合计总市值达3973亿元，而在10月12日收盘，该板块总市值已上升至4177亿元，增长逾200亿元。与此同时，板块内100亿市值的上市公司也由8家增加至9家。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备受关注的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13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2次审议。草案2审稿提出，应当允许部分军人退役后回入伍前原单位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岗位应当优先选用退役军人。草案2审稿说，有的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建议，应当允许部分军人退役后回入伍前原单位工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与退役军人事务部研究，建议增加规定，退役的军士和义务兵入伍前是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人员的，退役后可以选择复职复工。此外，有的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关的岗位应当优先选用退役军人。草案2审稿还表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与军委政治工作部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报道称，美方已批准3项对台军售案一事提问。赵立坚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取消任何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应。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消息。综合荷兰 BNO 新闻网、俄新社12日消息，荷兰研究人员当天通报，荷兰一名89岁女子在第2次感染新冠肺炎后死亡，系全球首例2次感染死亡病例。荷兰研究人员拿到这2种感染的测试样本后发现，每种病毒的基因组成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通过体内进化来解释，进一步支持这名女子是2次感染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荷兰研究人员已经确认23例2次感染病例，所有患者都已康复。天涯沦落人消息，今天上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位于东京市千代田区的日本大学排球队出现了多达26名球员确诊的消息。据悉，起因是有2名球员发烧，之后进行检测，在本月8日的时候正式确诊。因为他们中有人参加了联赛，时间是3日，所以队内也赶紧进行了集中检测，结果又有24名球员确诊，加起来一共是26名球员。好在对手的球队检测之后没有确诊。据悉，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住在一栋楼，这也让人非常紧张。不过之后的检测显示，其他运动队没有出现确诊的情况。日本大学是私立学校，在校生有超过7万人，所以一旦有学生确诊，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的26人确诊，人数是相当多的，不过好在其他人没有问题。
据一点财经讯10月13日15时消息，两市午后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 0.04%， 报收3359点；深成指涨 0.66%， 报收13798点；创业板指涨 0.26%， 报收2784点。盘面上，汽车整车、医疗器械、猪肉等板块涨幅居前，证券、旅游、免税等板块跌幅居前。太平洋证券表示，在市场情绪修复的背景下，市场核心主线将围绕经济复苏、补库存加政策催化展开，建议关注顺周期板块，风格应相对均衡。一、低估值但业绩有持续改善空间，券商、保险；二、低估值且边际需求良好，建材、化工、煤炭、有色、机械、地产；三、科技加制造内循环，光伏、新能源汽车、5G 基建、云计算；四、消费内循环，可选消费中的汽车、消费电子、家电、影视影院、旅游。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3日是温州泰顺县某医院26岁护士齐春雪失联的第3天。11日17时30分许，她在泰顺县罗阳镇大戏园村老家吃完晚饭后失联。我女儿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事发那天她休息，回到村里给父亲做饭。以前她都是住罗阳镇家里的。10月13日，齐春雪的母亲告诉澎湃新闻。据天目新闻客户端报道，罗阳镇派出所陈警官说，齐春雪工作的医院视频监控显示，失踪前她穿着黑色的长袖和黑色的裤子，黑加白帆布鞋，黑色头发扎马尾，没有戴眼镜，身高大概在1.58米左右。目前，警方正在查找相关监控，进行多方寻找。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12万亿元，同比增长 0.7%， 实现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累计增速首次转正。值得一提的是，第3季度我国进出口 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其中出口5万亿元，增长 10.2%， 进口 3.88 万亿元，增长 4.3%， 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观察展望消息，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0月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有42个在研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疫苗有11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更值得一提的是，这11个疫苗实现了5条技术路线进入临床试验的全覆盖。在疫苗爆发初期，科技部就对5条技术路线进行了全面布局，我认为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董事长杨晓明说，现在5条技术路线都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也充分表明当时的科研布局是有超前战略眼光的。同时布局5条技术路线，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保成功。如果把疫苗研发比喻成一场战斗，就需要尖刀版、主力部队、空降部队，不同疫苗有不同特点，发挥不同的优势，在配合作战中打出不同建制的组合，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攻下山头。一点资讯，官方报报。中国新闻网消息，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刑法修正案草案13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2次审议。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奸淫幼女罪，草案指出，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对草案做以下2个方面补充完善：一是修改有关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收容教养的规定；二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草案13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法此次修改的重点是贯彻落实中共19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增加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规定，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其中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基数拟增加20名。
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澎湃新闻消息，10月12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品牌强国工程沟通说明会首站走进上海。在此次说明会上，官方透露了老牌午间新闻节目《新闻30分》将推出 Plus 版。新闻30分创新推出的 Plus 版，整合广播电视新媒体端信息，实现全平台的互动。晚间时段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虚拟技术，打造1小时的国际新闻节目。公开资料显示，新闻30分是 CCTV 13新闻频道与 CCTV 1综合频道每天并机播出的一档新闻节目，其前身是央视午间新闻节目，于1995年4月3日更名为新闻30分，每天12时整点播出。一点财经消息，10月13日消息，三大指数小幅低开，开盘后维持弱势整理态势，盘面上新能源、军工板块较为强势，市场短线情绪回落至低迷区，赚钱效应减弱。临近上午收盘，创指、深成指拉升翻红，疫苗、医疗器械涨幅居前。总体上，个股跌多涨少，整体市场情绪一般，赚钱效应有所减弱。从盘面上看，生物疫苗、汽车整车、医疗器械服务概念涨幅居前，证券、免税、注册制次新股板块跌幅居前。国信证券表示，展望10月份，市场在等待过程中，短期内行情或将围绕“十四五”规划相关的产业政策及主题概念展开。在10月底即将举行的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我们预计推动双循环新格局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仍将是“十四五”规划的政策主线，可以重点关注科技创新、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市场投资机会。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红道出圈消息，10月11日，外媒报道，出演《少年汉尼拔》火线的知名男星多米尼克·维斯特被曝出轨美队绯闻女友莉莉·詹姆斯，两人年纪相差20岁。据悉，两人才在7月合作了一部电影，没想到拍摄结束后，他们却没能从剧情中的恋情走出来，甚至发展到了现实中。从男方公开在街头亲密接吻、抚摸头发和女方腿上的淤青，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寻常。要知道，维斯特和妻子凯瑟琳分分合合长达25年，好不容易在2010年稳定下来结婚，至今已经有4个孩子了。据维斯特妻子的女友透露给媒体表示，凯瑟琳看到丈夫维斯特出轨的照片后伤心欲绝，并且在第一时间就不断打电话给丈夫，然而对方却一直拒绝，不想和妻子进行沟通。据环球时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日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印度昨天宣布在中印边境地区开通了一系列的桥梁，可以全天候通行，比如在所谓拉达克地区有8架，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有8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表示，首先我要说明，中方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和阿鲁纳恰尔邦，反对在边境争议地区开展以军事侦控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中印双方近期达成的共识，任何一方都不应在边境地区采取任何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以避免影响双方为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一段时间以来，印方持续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兵力部署，这是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根源。我们敦促印方认真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避免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一点资讯，官方报道。中新网消息，中新网北京10月13日电，刑法修正案草案13日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2次审议。根据草案，冒名顶替上大学行为拟被认定为犯罪。一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社会上发生的冒名顶替上大学等事件，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破坏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应当专门规定为犯罪。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将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规定组织指使他人实施的，从重处罚。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消息，不止广修公路隧道，综合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12日报道，印度今天还正式开通了位于边境地区的44座桥梁。
印度防长辛格也通过视频形式参加通车仪式，并在讲话中提及了中印边境紧张局势。这些桥梁使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偏远地区的连通性得以改善，实现了当地民众的愿望。他们还将满足武装部队全年的运输和后勤需求。辛格说。据环球网军事消息，美国空军一架E-8C 空地监视飞机被曝于10月12日晚间现身黄海北部，并于次日凌晨飞离黄海前往驻日美军加手纳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大连海事局曾在10月9日发布航行警告称，10月9日18时至15日12时，黄海北部将执行军事任务。美军E-8C 飞机现身黄海北部的时间，也正是在中国与这一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的时间段内。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10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发布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海关部门告知一些工厂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这是否是中方政策的正式调整？中国海关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产品的进口监管，有关情况请向主管部门询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回应。